分岔路抉择的两端，难选择不知怎么办，轻易之间让心为难。一念之差，一心之间，人生路有不测变幻，黑白间的隔墙，要如何判断？一念之差，一心之间，对与错无绝对答案，尽快走出灰色阴暗，重新再活一段。拒绝这诱惑的迷幻，捍卫着心中不变的答案。别为了那欲望掉入了深渊黑暗，要感受心中那股炽热力量。我不断反复地想燃起心中太阳，朝着光一定不会遗忘，聚在心里的黑暗，聚起不去的能量。无论何时坚信着我的信仰。现在我的报应来了，春娇被关起来，银行的钱全部被充公，我已经有3个月没有交水电费了，再不还啊，就要断水断电了。现在我每天跟阿发就是吃面包、吃快手面过日子，真的是很惨啊。阿凤啊，拜托拜托啊，眼睛啊擦亮一点，看准准哦，给我4个号码。今天买，今晚就开头奖，中了头奖，我买车买洋房给你，还有给妈最讨厌人家赌博，你还来跟他求字，给我走远一点，妈不想看到你。你这样跟老子讲话，小心被雷劈呀！当你老爸死了，没有我，你会高头大马站在这里吗？等一下，干嘛？刚才说那么多话不口渴吗？口渴又怎么样？你会请啊？要喝什么？1杯钓鱼，1罐可乐给他。谁说要可乐啊？小时候最喜欢喝可乐的啊，还记得吗？我带你去咖啡店的时候啊，不给你喝可乐啊，你还哭着跟我发脾气。人是会改变的，我现在不喜欢喝可乐了，给我奶茶。好了。啊？你喝奶茶？你小时候一闻到奶你就吐的哦。不要再提小时候的事了，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包括你。你10多岁的时候我就搬出去跟春娇一起住，我知道你怪我，你怪我没有负起做父亲的责任。有些人一天到晚只会赌，都是妈在赚钱养家的，什么时候负过责任了？怎么没有啊？我去帮人家油漆做装修，赚的钱我还有买玩具给你啊。有时候舞狮团有外快赚，我赚了那些钱，我还会去买烧肉回去给你们吃的啊。那多久才有一次？你赚的钱都不够你输在赌桌上啦。哎，我去赌钱也是希望赢多一点钱，让你们母子有好日子过啊。偏偏你妈那张嘴啊，一直把那个输字挂在嘴上，我不输啊，都给她揍到输了。喂，你自己没出息，不要怪到我妈头上哦。不是吗？你妈那张嘴巴就像鸡屁股一样，一直念，一直念，一直骂我，还拿扫把把我赶走啊！如果不是她这样做，我会去外面搞外遇咩？那春娇她就不会这样子。啊，是啦是啦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怪也只能怪你妈有眼无珠，我是一个混蛋，她嫁给一个穷光蛋。哎，你要去哪里啊？不是说要请我喝茶了没？啊，我很忙，不像你游手好闲。喝了茶才走吗？难得我们父子俩可以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喂，不要乱攀关系，我跟你不是很熟。怎么说，你也曾经是我妈的老公。你妈的老公？看你现在这么可怜，多我没有，这里500块，拿去还水电费，给你儿子买好吃的。你是可怜我还是同情我？你当我是乞丐施舍我？要不要随便你。如果你还是人的话，就去找份工作做，不要让你儿子饿肚子。我只说到这里，你好自为之。
臭小子，说我不是人，还说我是他妈的老公，连一声老爸都不要叫，真的是不孝。约我出来干嘛？是不是觉得那天说话太过分了，想要跟我道歉啊？没话要说啊，那我走了。哎，帮我看看哪个课程适合我读。原来你不是要跟我道歉的啊？帮我看看嘛，第3页的课程好像还蛮适合我的。嗯。看到了没有？看到什么？哇，3个字这么大，你看不到啊？我不会读啊，那3个字。韩小阳，你不要太过分哦。要你说出那3个字就这么难啊？真的要把我踩在脚底下，你才甘愿啊？哎，你爸现在没事了，你可以放心了吧？放什么心？我从来没把它放在心上。你少来！你如果没把它放在心上，那你干嘛拜托心仪到 SIS 去查看你爸的案情啊？你怎么会知道？我还在 SIS 工作的，不过很快呢就会调到去 TP。什么？你要调过来当交警？不是交通警察，是调查员。唉，那我惨了，我惨了！以后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不是每分每秒都要被你监视。那我就可以知道说你有没有偷懒，有没有认真工作，有没有旷课。这一切呢，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完蛋了！先来看看有什么课程适合你上。不要看了，我们去吃东西，走。喂，你不要耍赖啊！这个收着，这本丢掉。这真的是你自己画的吗？当然了。那再做一次看看。根据苏大炳的供词，案发当天早晨，死者 Saraswati 约他见面，要他为肚子里的孩子负责。苏大炳不肯，死者以死要挟，要苏大炳跟他一起殉情。2人跳进天台的水箱里，结果死者溺毙，苏大炳因为害怕而逃走。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苏大炳的口供吗？现场就苏大炳和死者，没有第三者在场。相反的，我们的证据显示苏大炳的供词有漏洞。第一，那把染有死者血迹的刀上有苏大炳的 DNA。苏大炳说死者拿刀自残，苏大炳抢过刀的时候留下 DNA。不过死者背部有2处刀伤，不可能是他自己造成的。那苏大炳对于死者背部的刀伤有什么解释？一开始他说不知道，后来就说抢过刀的手划伤了他。第二，2人一起上到天台去，当时死者的手上没有刀子，苏大炳又是个大男人，死者要怎么逼苏大炳跟他一起跳进天台的水箱里？所以你认为苏大炳的口供是为了脱罪而编的说辞，不可采信？苏大炳在家乡有未婚妻，他不想为死者肚子里的孩子负责，死者不肯，所以苏大炳有杀人动机。当死者把刀拿出来的时候，更加强苏大炳要杀害死者的意图。他不想在楼梯间动手，所以把死者带到天台的水箱，将他溺毙。后来他离开现场，回去后辞掉工作，分明是想畏罪潜逃。法医报告、物证、动机都成立。有了这些证据，我会向总检察长提出控告苏大炳谋杀罪，再择定审讯日期。谢谢你，邱副检察司。不客气。不谈工作的时候，
叫我心安。好了，水箱服饰案结案了，是时候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你接到通知了？明天就过 TP 报道，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跟大家相处了。干嘛说最后一天很不吉利的哦？我会想念你的。我也会想念你的。哎，你别趁机吃我豆腐啊！你只是换部门，又不是离开警队，有空常回来看看我们哦。一定。哇，怎么这么热闹啊？来， ，Ma'am， 小孩明天要去 TP 了，下了班我们要不要请他吃饭？好啊，我请客。谢谢。谢谢 Ma'am。没有，这是水箱服饰案的报告。Hello。Yeah。Sorry, I'm not interested. Yeah, thank you. 哇，最近常常接到这些银行的电话，问你要不要借钱，要不要申请信用卡。苏大饼的电话记录里面好像也有一通银行打来的电话，应该也是向他推销这种金融产品吧？你说苏大饼当时在干嘛？如果正准备要杀人，那为什么还要接听电话？是这一通吗？对，是案发当天早上9点05分打来的。命案发生的时间是8点半到10点之间，这通电话是9点05分打进来的，它的内容或许有重要线索，我们竟然疏忽了。苏大饼接听电话不到20秒就挂断，应该只是普通的产品推销吧？不行，不查清楚的话，可能会造成上庭时的疏漏。没错，不能放过任何细节。走。案发早上9点05分的时候，你有没有接到一通电话？记不起来了。我跟你们说了这么多，你们都不相信我，干嘛还要问我？根据你的手机通话记录，那是从银行打来的。我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仔细的想一想，有没有接到一通电话？电话内容是什么？我想起来了。关于祖屋天台水箱浮尸一案，我们找到新的重要证据。什么证据？我们查了苏大饼的电话记录，发现案发早上9点05分的时候，苏大饼接了一通电话。Wati, can you stop it or not? You're getting us into trouble. Why you want to leave me? No, I want Wati, just go back to our homeland. We cannot be together, okay? to go back. I don't want to go back, please. I want to die with you. 喂，我已经很多信用卡了，不要打了呀 We want to die together, please don't listen.！Wati, can you stop it or not? 我们去找银行销售部门的有关职员，他证实当天的确打了那通电话给苏大饼，而且在电话里听到瓦蒂说 "We are going to die, don't talk to us"。嫌犯的通话记录，不是应该一早就去查证？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证据到现在才发现？我承认是我的疏忽。这通电话显示，死者的确想殉情，符合苏大饼的口供，这一点对嫌犯有利。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是否控告苏大饼谋杀罪。这通电话只能证实苏大饼部分供词的真实性，我们不能排除苏大饼假装同意和死者殉情。两人进入水箱后，是苏大饼把死者的头按在水里，导致他溺毙的。不过法医的报告也无法证实死者当时是自愿还是被人强行把头按进水里。法庭讲的是证据，现在有证据显示死者当时情绪激动，有自杀意图，加强了苏大饼口供的可信度。在缺乏确凿证据证明苏大饼是凶手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放了他。我觉得苏大饼的供词不完全可信。如果他真的杀了人，就这样放过他，对死者太不公平了。好，我会向总检察长提出，让苏大饼无视成事，保留将来控告他的权利。如果你认为是他谋杀了死者，那就找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有罪。Hello， 哎，起来，哎 ，Hello。
起来！怎么了？他挡我车挡很久了。我已经敲了很久，司机都没反应，不知道会不会是晕了过去。安哥，安哥，安哥，不行啊，要想办法救人。安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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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让开！哎，小姐，你想干什么？救人啊！你别这么冲动，也许他是睡着了，听不见。车笛声那么响，他都没有反应，而且我们还敲车窗敲了那么久，他肯定是晕了。你给我1分钟。你要干什么？救人要紧啊！你在干什么？什么事啊 ？Uncle， 你车不能停这里，挡住别人路了。对不起，我只是休息一下，没想到睡着了。没事，不好意思，不用紧。谢谢你们帮忙，谢谢。小姐，遇到问题的时候，头脑一定要冷静，眼睛一定要多观察，才能事半功倍。像刚才，只要你细心一点，就能够发现司机的助听器，还有货车上的手机号码，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那你现在是说我没脑、没观察力，是个做事鲁莽冲动的大笨蛋？我没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你明明就是在嘲笑我。我只是就事论事，如果言语上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请你不要放在心上。再见。自以为是的家伙，不要再让我见到你。哇，你干嘛？这块鸡得罪你了？你说我是不是个没脑、没观察力、做事冲动鲁莽的大笨蛋？谁敢这样说你啦？不要管了，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啊！他这个人说的完全正确了。喂，跟你开玩笑的啊。你做事虽然是有点小冲动，但是有一股正义感，爱打抱不平。如果是古代的话，就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女侠。快吃吧。请问我可以坐这里吗？哎，邱副检察师张桂祥，我没说错名字吧？没错，你记性真好。坐吧。啊，谢谢。这么巧啊，又见面了。谁要跟你见面啊？我们认识的。刚才在停车场见过，他是。是啊，他叫韩小阳，也是警察。他是邱副检察师。我叫邱新安，你好。喂，你在这跟你打招呼啊？不好意思，我好像妨碍你们吃饭了。不会不会，我们也算是有缘。上次在法庭的时候，被我开罚单的那个人找我麻烦，多亏你帮我解围。我只是引用刑事法典的条例提醒他，如果他在闹事，不只要罚款，还要坐牢。是不是每个副检察师都跟你一样，观察入微，处事冷静，能言善道？再凶的人在你面前也会变得哑口无言。太过奖了，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你说漏了，他不只能言善道，而且还很会教训人。在他面前，每个人都是笨蛋，只有他最聪明。我没说错吧？邱副检察。
察师。如果你是针对刚才停车场的事情，我是觉得，既然你身为警察，遇到事情就更应该冷静下来。你想也不想，拿了灭火器就要砸破人家车窗，是不是太冲动了点？你是说我做错了？你的本意是要救人，当然没错。但是在救人之前，如果可以稍微观察一下眼前的情况再做决定，就可以免去造成他人财物上的损毁。救人是分秒必争的事，万一那个昂哥真的是有心脏病，或是因为什么疾病而导致晕倒呢？等你慢慢观察，人都死了。你会因为你的细心观察、冷静分析而害死一条人命的邱副检察师。好了，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这些不愉快的事啦。不打不相识，有什么误会说开来，就不用放在心上啦。是我失言，我向你道歉。不过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吃饱了。来呀，坐下。喂，人家都道歉了，干嘛要这样？那这哪算道歉啊？一点诚意都没有。不要生气了好不好？你刚才吃那么一点，怎么会够啊？我看到他什么胃口都没有了。我请你吃甜品，你最喜欢吃的芝麻糊杏仁茶。那我要吃3大碗。没问题，你等我一下，我先上个厕所。冤家路窄。韩小阳，我知道你很不高兴，我说你做事冲动，但是我没有恶意，而且我不觉得你是个没脑的笨蛋。相反的，我还很欣赏你的正义感和救人的英勇行为。不过，要是你可以稍微改一下你冲动的个性的话，那就……你觉得我冲动也好，是个没脑的笨蛋也好，这都不关你的事。只要我男朋友喜欢我，把我的缺点看成是优点，那就够了。走吧，去吃甜品。我们去哪里吃啊？哇，你还真会吃啊！2碗杏仁茶，1碗芝麻糊，吃了3大碗还不够，再加芋头糕、萝卜糕，这样吃下去啊，变成胖妞才怪。哦，你现在是嫌弃我胖啦？不是嫌弃，是怕被人家偷拍播上网。说我这么胖也可以当警察，追贼时跑不动，社会治安受到威胁。你放心，我天生丽质，怎么吃都不胖。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哎，婚纱。先生小姐，你们这么甜蜜，一定是情侣。我们婚纱店现在正在进行促销，有很多婚礼配套供选择，请进来看看吧。进去看。我没说要结婚呢。为什么一听到结婚，你的反应就这么大？难道你不想结婚？从来就没有为我们将来打算过。2个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就好，为什么要给一张纸绑住？那不只是一张纸，那是一张结婚证书，是2个人爱情结合的一个标志。那你又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拿了那张纸以后一拍两散？那你想怎样？难道就这样拖一辈子啊？我还没做好成家的心理准备。可是我想结婚，我想生儿育女，我想组织幸福美满的家庭。不是每段婚姻都会美满，也不是每个家庭都会幸福的。我知道你顾虑什么，可是你父母的婚姻不美满，不代表我们也一样啊。婚姻是靠2个人经营的，我相信只要我们有信心，和花心思去经营，我相信我们一样能够拥有一个幸福美满家庭的。难道你对我们的感情没有信心啊？喂，喂。
喂，你们钥匙怎么进来的？找人开锁啦，这么简单你也不懂啊？还好我的 IC 地址没有换哦。你来我家干什么？这是你家咩？这也是我家，我不能来咩？你10多年前就不要这个家了，你现在还有脸回来？我10多年前不要这个家，但不代表我永远不要这个家。哎，再说你是我儿子嘞，你讲话就不能客气一点咩？快说，说什么？来这里的目的？两父子不要谈什么目的，给人家听到会笑话的。我是很久没有看到你，上来看一看。啊，你看，你这冰箱啊很大哦，哎，比我还要高嘞。哇，你还买了2个洗衣机啊？哦，原来是一个烘干机，哎，花了很多钱哦。看够了没有？看够就给我走。走去哪里？滚蛋啊 ！OK， 我老实说，这件事你也知道的。春娇因为非法放贷，被法庭判坐牢2年，还要另加罚款15万。关我屁事！是不关你的事啊。但是我也没有钱帮他交罚款啊，他只好把房子卖掉啊。幸好啊，我有这间房子，我不至于去睡马路。你是打算搬回来？没错啊，有错没？做你的白日梦。现在给我走，出去！喂，马上给我走！我干嘛要走啊？我走！这间房子是我跟你妈联名买的，我有权利住在这里，我为什么要走啊？这房子是我跟妈2个人供的，你对这个家一点贡献也没有，没资格留下来。我没有买，你有机会供啊！走！不要再推了，走！不要再推了！爸爸，你连儿子也带来，不然？还有我，不好意思啊，我只是暂时住在这里，等找到房子我就会搬出去。还有哦，我在这里住的这段期间，我都会交房租。不过最近手头有点紧，可能要下个月才能给你。自己人给什么房租啊？我答应春娇要好好照顾你的，你不要再去找房子搬了。哎，大家住在一起，互相照应吗？谁跟你们自己人了？你房子这么大，一个人住很浪费的。每天回来面对4道墙，跟墙讲话，久了你也会发神经啦。你放心，我们在这里住，会把你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哦。好，我可以负责洗衣煮饭，我扫地。啊，你看，免费佣人伺候你嘞，你就好像大老爷一样，什么都不用做，一回来就有饭吃啊，这还不好咩？哎呀，大家都是自己人呢，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你们说对不对啊？对啊。桂祥，我知道我们没有通知你就搬进来，你一定会很生气。知道还闯进来？可是我们也是逼不得已啊！阿姨的祖屋要卖掉，所有的钱都拿去缴罚款，我们又没有多余的钱去租房子，所以民宿才会想到搬来你这里。我这里不是收容所，也不是酒店，那个人10多年前就搬走了。我妈妈生病的时候，他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现在说搬回来就搬回来。好，我知道你恨你爸，但是桂发是无辜的，他只是个小孩子，妈妈坐牢已经很可怜了，又没人照顾，难道你忍心看他睡路边吗？有本事生下他的人，就应该有本事照顾他。要是民宿有本事的话，就不会厚着脸皮住进你家。你以为他对你妈妈没有愧疚吗？要不是走投无路，有谁会想要看你的脸色过日子啊？那是他活该。你是男人，心胸要放阔一点嘛，怎么比女人还小气？记仇记到现在啊？我跟你不是很熟哦，不要动手动脚。什么不熟？从中学认识到现在都10几年了，这样子还算不熟啊？况且啊，我们都快要同居了。什么同居啊？给人家听到啊，我很吃亏的。你吃什么亏？我才吃亏呢！我是女孩子，好不好？那就快点搬走喽。找到房子我会搬出去的。越快越好，免得我女朋友误会。你女朋友是不是房间照片里的那个？你进我房间 ？Sorry， 下不为例。喂，要去哪里？打包晚餐回家吃。不是说没有钱咩？那你请哦。我自己也要吃，要打包就跟我来，免得人家说我小气。
魏先生，你委托我查的事已经调查清楚了，在这里面有你在医院的出生证明。你的亲生母亲罗美玲，后来证实改名为罗露露，现在是Wonderful酒廊的老板娘。我查到罗露露在医院的生产记录，她一生下孩子，就把孩子交给了你的父亲，然后就离开了新加坡，一直到去年才回国。这是爸爸买给你的。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等我，我很快就过去接你的。谢谢爸。洪熙终于肯认你这个爸爸，开心吧？好不容易找回他，他却要走了。你可以到泰国找他的。当然，尽快把他安顿好，把他申请过来。恭喜你们父女很快就可以团聚了。谢谢，谢谢你们。不客气。我请大家吃饭。不能让你破费的，我们只是做好分内的工作。好，明白。那一起吃饭，各付各种，行了吧？我约老婆。那一起吧。我早想认识征服我们蔚蓝天的警戒之花。好，我打电话给他，应该没问题的。我不奉陪了，你们去吧。有约了，我要跟我老婆去做产检。他已经有个8岁的女儿，这是他第2个。恭喜你，谢谢。多个孩子多份负担。我是投资顾问，有空的话找我出来喝茶聊聊天。投资哪有包赚的啊？眼光要准，肯定赚了钱。好，那我有空一定找你。我先走了，拜拜。谢谢。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老婆。时间刚刚好。来，我来介绍，他就是我的好兄弟杨宗正，我老婆黄子杰。久仰大名。你老公常常提起你，来，请坐。来，坐。他没在我背后说我的坏话吧？我本来就不喜欢在人家的背后说三道四，而且我老婆好像没什么坏话可以让我说。真令人羡慕，一起当警察，志同道合，夫唱妇随。错，是夫唱妇随。在家里他最大，他的指示我都严格遵守，尽力完成。说的我好像是你上司，整天命令着你。
会这样霸道吗？你看，你看，他的眼睛这么一瞪，我回去就要遭殃了。哦，不怕回家被罚吗？那倒不会，他一生气顶多不跟我说话，保持缄默。说的也是啊，暴风雨来临之前呢，总是特别宁静。我们两个一唱一和的，拿我来消遣。开玩笑，不要介意啊。没这么小气。开动。吃吧，吃。小心烫啊！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没事吧？没事。谢谢。对不起，对不起。我是陪嫁。你在搞什么啊？刚刚才打破2个盘子，现在又给我弄脏客人的衣服，你不想干了？经理，我在发烧，头有点晕，才会。头晕，装病是吧？医生有给我病假单，我真的很不舒服，想回家休息。你都知道我们人手不够，你还给我拿 MC？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被炒鱿鱼的话，最好乖乖跟我去外面工作，知不知道？你有病过吗？啊？你有病过吗？他有医生的病假单，应该留在家里休息。你要他抱着病来工作，就是违反了劳工法令。你回去休息吧。要是为了这件事他无力解雇你，我可以帮你作证。谢谢。你需要叫你老板出来跟我谈谈吗？回。你的好兄弟脾气好，又那么有正义感，难怪你们两个这么投机。怎么说呢？刚才那个信医生不是弄脏他的衣服了，他却一点都不生气。原来是信医生他生病，想要回家休息，是他的经理要他抱病工作。你的朋友一听到啊，就非常有正义感的站出来骂了经理一顿。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啊？刚从洗手间出来，听到了。钟正他这个人，表面玩世不恭、风流不羁，其实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如始至终，他都没有忘记泰国的初恋情人，也一直没放弃寻找女儿。现在，他们父女的心结终于解开了，女儿也认回这个爸爸，总算父女团圆。这次你帮了他不少，他应该很感激你吧？怎么了？当初如果我没让玉琪把孩子拿掉，而且现在都12岁了，是我亲手扼杀了一条小生命。这可能是上天的一个惩罚。只要我们努力，一定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开多点啊！哎，cheers。哦。哎，陆姐，你好。张老板，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啊？哦，现在做生意嘛，跑上跑下的。忙是借口啊，不管。麻你喝酒。来 ，cheers。老板，帮你倒酒。好。怎么飞来飞去啊？是啊，两头跑嘛。做生意就是这样了嘛。哎，我再敬你。来。哦，你好好陪张老板啊、哦。张老板，我去忙了。好，去。空闲了再来呢。嗯，来看一下。你做事，我放心。会出什么问题呢？又不是第一次玩这种数字游戏，我知道怎么做得漂漂亮亮。那件事还顺利吧？很顺利啊，我已经请了一位电脑工程师来帮忙了。可靠吗？当然可靠了。那个官欠了一屁股债，只要有钱什么都肯干。来 ，Cheers。
帅哥，欢迎光临。一个人是吗？要不要开医生房？不用了。我是这里的老板娘，我叫露露。你这么年轻，叫我一声露姐就行了，这样比较亲切。想喝点什么吗？随便。你怎么这么害羞啊？是不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啊？我们这里的小姐啊，个个都是媒体的水准。如果你想跟他们聊天，我可以替你安排。露姐，哎，来了，阿强过来，帮我招呼一下这位客人，你去就来哦。喝多点啊，休息。张老板，露露姐，久没看到你啦。是啊，你呀，这样子啊，家里会吃醋的。你不老了，你摸它啦。好了。来，我们猜拳好不好？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你妈不是你亲生的妈妈。爸，你说什么？当年我跟一个年轻女人搞上了，她怀了孩子，被你妈发现了。我选择跟那个女人分手，你妈也承诺会把那孩子当自己亲生的一样对待。我给了那个女人一笔钱，她把孩子生下来后就离开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联络。那个孩子就是我。没错，你的亲生妈妈，她叫罗美玲。这位，在，帮我倒酒。啊，这是我一定要赢你啦！来。好。是啊。哎呀，你输了。又输了。我相信一切是无奈的纠缠，我知道你无法抵抗，终究逃避，独自孤单。一念之差，一线之间，人生路有不测变幻，黑白间的隔墙，要如何判断？一念之差，一线之间。对与错无绝对答案，尽快走出灰色阴暗，重新再活一段。